全世界现役最大的可回收火箭，美国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索斯手下的蓝色起源公司的新格伦号火箭，最近刚完成了首次火箭复用，至此，现役最大可重复使用火箭的名号正式易主。大家好，这里是新人 UP 主新世纪的旅行者，今天我们再来聊一聊新格伦火箭的首次复用和其未来改进版本的一些情况。关于新格伦火箭，我们已经做过2期视频，完整讲述了新格伦火箭的各项详细数据以及其从研发、首飞到成功回收的全部历程，也介绍了其相比于初代可回收火箭009号的一些优势。感兴趣的小伙伴欢迎过去回看。咱们本期视频就从新格伦第2次发射并且实现首次火箭回收之后开始讲起。2025年11月14日，新格伦在第2次发射，同时也是第2次尝试火箭回收的过程中，就成功回收了1级。之后，这枚1级被运往蓝色起源 LC36 发射场旁边的总装厂进行检修。由于蓝色起源在火箭上使用了各种独到的黑科技，所以这枚火箭1级的表面损害比较小。在经过检修、翻新隔热材料并更换发动机之后，可以直接用于下一次发射。被更换下来的发动机在经过仔细检查之后，也可能会用于之后的任务。大家可不要觉得这没啥了不起的，要知道 SpaceX 实际上就没做到这种事儿。这直接让蓝色起源额外多刷了一个成就，就是世界上首个复用首次回收成功的火箭1级的火箭。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都知道009号首次回收成功是2015年12月22号1级 B1019号首次回收成功，但回收成功之后，这枚新级就直接退役了。而009号首次实现火箭复用使用的火箭1级是 B1021号，其在2016年4月8日首次回收成功，整修了将近1年之后，才在2017年3月30日首次复用。星舰也是类似的情况，2024年10月13日，星舰1级助推器 B12首次回收成功，但 B12回收回来之后也直接退役了。星舰首次复用的1级是 B14，其在2025年1月16日首飞，并在2025年5月27日复用。009号和星舰首次回收成功的1级都被直接退役，除了老马想留他们当纪念品之外，也是因为他们在首次回收之后损坏情况过大，不允许再次复用。而蓝色起源敢于直接复用首枚回收的1级，这说明这枚1级的损坏情况非常低，完全在他们预料的可控范围之内。从这儿也能体现出蓝色起源舍弃一定效率来求稳的公司风格。他们公司的座右铭就是一步一步的凶狠前进，稳扎稳打。你看这老贝还发了个王八，非常的生动形象啊。当然，在折腾这枚1级复用的同时，蓝色起源的新火箭生产也没有停下。现在蓝色起源已经完成了第3枚1级的生产，对于不可回收的2级，他们已经完成了第4枚2级的近代点火。就是他们这个2级的厂房有点惨，不知道为啥总飞起来。上次是门被崩飞出去，这次是房顶被崩飞出去。但因为新格伦第3次发射使用的2级很久之前就完成相关测试了，所以也没有很影响效率。新格伦第3次发射本来是要带着自家的蓝月亮马克1月球着陆器的，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月球着陆器，比阿波罗那个载人的着陆器还要大。但因为进度拖延，导致第3次发射载荷最后被更换为了 AST 公司的蓝鸟7号通信卫星。AST 公司的蓝鸟系列通信卫星是专注于提供手机直连网络服务的。相比于同时注重数量与质量的星链，自知没能力两手抓的 AST 公司选择了更加重视单颗卫星的质量。你看这每颗卫星都长得很大。2026年2月下旬，蓝鸟7号卫星成功与新格伦整流罩完成了整合。在与火箭整合完成之后，新格伦第3次发射预计于2026年3月进行。但秉承着新格伦系列的优良传统，已经试到临头了，肯定得搁几次。所以其第3次发射的日期从2026年初一路变成了2月、3月、4月，最后到了4月初又从1月1月的格变成了1天1天的格，12号搁到14号，又搁到16号，又搁到17号，最后直到19号才发射。但比较友好的是，这次新格伦的发射时间在北京时间傍晚，就算发射当天直播格了也影响不大。他第2次发射那个凌晨3点的窗口，靠着一手能歌的本领硬控我3天，真是令我久久不能忘怀。新格伦于4月12号前往发射台，随后起诉并完成了近代点火。而这一次的发射竟然也出奇的顺利，第1次发射直播就成功打出去了，之后的飞行过程也一切顺利，1级成功降落在贝索斯7-8号回收船上，整个过程比第2次发射还要更加顺畅。
当年新格伦第2次发射成功完成首次火箭回收的时候，咱们就在视频里完整论述了新格伦身上各种棉花的含金量。总之，因为猎鹰长得小，重列规模低，星舰没现役，电子不复用，所以现在的新格伦手上同时握着现役最大光杆火箭、现役最大可回收火箭、现役最大可重复使用火箭3大名号。蓝色起源也成为了世界上第2家实现火箭复用的公司。现在的蓝色起源在全世界的民营航天中也绝对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了。但老贝对此仍然不满足，为了继续向上冲击，老贝不仅对现在的新格伦火箭进行各种优化改进，包括发动机增推、改进热防护系统、使用低成本主箱以及可回收整流罩等等，还于2025年底寄出了新格伦的超级重型加强版本，也就是新格伦9×4。现在版本的新格伦被称为新格伦7×2，也就是1级使用7台 B14 一氧甲烷发动机，2级使用2台 B13U 氢氧发动机，整体高度98米，直径7米，近地轨道理论可回收运力45吨。而新格伦9×4也顾名思义，就是1级使用9台 B14 发动机，2级使用4台 B13U 发动机。但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新格伦的生产线，所以其虽然发动机数量变多了，但火箭直径还是7米。2级因为本来留的空就比较大，所以2台变成4台还是能勉强塞进去。这1级就有点难受了，本来 B14 这大尾带发动机就长得太大，7米直径都塞不进去7台，需要将尾舱外扩到8.4米。这从7台变成9台之后，尾舱就得继续扩大，同时着陆腿设计也得跟着改。因为之前7台发动机是中间1台，外圈6台，外圈6台发动机正好空出来6个空，就顺势放进去6条短着陆腿。但改成9台之后，发动机布局就变成了中间1台，周围8台，这8台发动机有8个空，再塞进去8个小着陆腿就实在有点不合适了，整得跟蜘蛛一样。所以新格伦9×4的着陆腿布局又变成了跟猎鹰9号一样的4条大长腿，外挂到尾舱的外面。在发动机数量增多的同时，发动机质量也不能落下。新格伦1级的 B14 发动机在改进之后，推力已经从250吨左右提升到280吨以上，并且马上就要达到290吨，未来突破300吨也是指日可待。这下终于是摆脱了之前那个虚的不行的大尾带形象，变得又强又壮了。2级的 B13U 发动机在一众高比冲低推力的氢氧发动机里面，算是比冲低但推力高的。之前的比冲为445秒，推力为72.6吨，现在改进之后劲儿更大了，推力超过93吨，直接成为了有史以来推重比最高的氢氧发动机。在这样的一堆加强之后，新格伦9×4的近地轨道可回收运力将超过70吨，地球同步轨道运力超过14吨，地月转移轨道运力则超过20吨。并且还能配备8.4米的巨型整流罩，使其整流罩容积从450立方米左右直接跃升至840立方米，与星舰相差无几。总高度也达到了与现版本星舰差不多的122米。为了进一步提升高轨运力，新格伦9×4还有可能再增加一个3级，成为新格伦941。这个3级将会使用一台推力4.5吨、比冲460秒左右的 B17 氢氧发动机，与蓝色起源蓝月亮月球着陆器上使用的发动机是同一个。老贝宣称新格伦9×4构型最早将于2027年首飞。为了迎接巨人的到来，蓝色起源也在现在的 LC36 发射场开始修建第2座新格伦的发射台与发射塔。一旦这种超级重型新格伦成功，就几乎能稳坐星舰之下第一人的位置。由于其运力几乎与 SLS Block 1相当，发射成本也差不多能控制在 SLS 的1/10左右，这算是彻底断送了 SLS 接到商业订单的可能了。虽然 NASA 早就因为 SLS 贵得让人落泪而对其不抱什么希望了，但新格伦9×4的到来才算是彻底给它埋起来。SLS 自己也放弃了后续提升运力的改型，彻底专职运送猎户座飞船了。那要是这么说，新格伦9×4的运力能不能运送猎户座呢？你别说，你还真别说，新格伦9×4的地月转移轨道运力为20吨，在全消耗状态下还能多提升几吨，如果后续持续优化，还能提升的更多。而猎户座组合体和 SLS Block 1的地月转移轨道运力都为27吨左右，还真就差一点点，争一争说不定有机会。但仔细想想，我们就能想明白，实际上机会还是非常渺茫的。过去10多年，想登掉 SLS 的人从白宫到 NASA 能派出一大堆，但人家有国会金光护体，就是动不了。那难道还能让你一个新格伦9×4给动了吗？老贝估计也是清楚这一点，所以在宣传上就没提这事儿，选择了激流勇退。真的吗？我们再换一个角度想想，谁规定的往月球送人就一定要坐猎户座飞船？我们蓝色起源就不能自研飞船吗？如果我们寻找过去几年消息，我们就会发现，把这事想明白的老贝现在真的在秘密研究大型载人飞船。这下要让未来美国登月的大戏变得越来越有趣了。
我们也期待老贝和他的蓝色起源能在未来几年中给我们带来越来越多的惊喜，让本就错综复杂的商业航天新增更多的变数。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还请不忘点赞、投币、关注、收藏。这里是新人 UP 主新世纪的旅行者，让我们下期再见。